你会因为什么理由选择去非洲旅行呢？我猜绝大多数人脑海里面蹦出的第一个答案一定是 Safari， 但是相信动不动大几千甚至大几万的开销足够劝退无数人。而我在波茨瓦纳仅仅用$35就拿下了水陆双拼的 Safari， 河马鳄鱼、狮子花豹、西洋象群一网打尽。从纳米比亚首都一路向北，穿越边境，我在波茨瓦纳的恩戈马移民局用300普拉，约合160元人民币拿下了落地签，但他们只给了我短短的7天时间，而首都哈巴罗内远在天边，首都几乎是我在穿越每个非洲国家必去的地方。行吧，那就来个7天极限穿越波茨瓦纳挑战吧。从恩戈马边境到哈巴罗内，全程985公里。我清楚记得坐车往返波茨瓦纳首都哈巴罗内那几天，我几乎都是晚上在夜巴上睡觉，大清早就去附近的厕所或者是有水的地方去洗漱，白天在城市间甚至是不知道的地方游走。我已经坐了1天的车了，我现在终于到这个叫 Francistown， 然后今天一天在那个路上，就是感觉周围都没有什么人，一条路一直开到头，就看不到一点点城市的踪迹。现在终于到达 Francistown， 然后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地方，已经快到7点了。然后我想着也可能没有车去它的首都Gaborone， 结果好死不死，然后他那就有一辆车9点发车，然后明天早上5点就到了。这样的话，我今天晚上这个住宿的问题又解决了。这边是一个商场，他们关门真的关得好早哎，现在才7点，就全部都关门了。哎，不过 ShopRite 还没有关，进去转一转。我真的觉得波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还真的挺像的，尤其是走在那种地广人稀的那种公路上，就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去纳米比亚。苹果价格3块钱一个，差不多1块5一个。50的这个波茨瓦纳的这个普拉上面印的就是他们的总统，第1任总统。在波茨瓦纳这边的好多这种中巴呀，还有大巴车上，它都有 WiFi， 就连这个小的这个巴车里面都有 WiFi， 那个白色的纸上就写了 WiFi 密码。这个蓝色的、红色的、蓝色的这个就是 USB 充电，而且我亲测了一下，都还能用。就这几天，即便我没有去旅社里面住呀干什么的，就是我基本上我的设备的那些电都是满的，因为不管是在车里面，还是说我有时候歇脚去什么快餐店呀什么的，就基本上都能蹭上电。我通常情况下决定要去找住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需要洗衣服，或者是我真的是脏得不行了，我需要洗一个澡。然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给所有的设备，包括手机、相机这些设备充电。为了保护其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系统，波茨瓦纳政府划定了大量的土地作为保护区，有近40%的波茨瓦纳的领土都被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管理区所占据。而坐在车上，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条穿梭在国家公园里的一条没完没了的公路。在省界、市界或者通往养殖区、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区域的路口，你还需要下车给鞋底消毒，为的是防控动物疫病。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对于保护野生动物、防止疫病传播，有着一套非常成熟和严格的体系。这种在动物防疫上展现出的能力，让我不由得联想到了波茨瓦纳面临的另一个也是更加严峻的人类防疫挑战，那就是艾滋病。你可能听说过南部非洲的艾滋病发病率很高，波茨瓦纳也曾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感染率一度超过了惊人的35%。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数字，就可能忽略背后一个更重要的故事。正是凭借和动物防疫一样的那种决心和执行力，波茨瓦纳通过全民的免费治疗、大力推广母婴阻断等措施，硬是把艾滋病的感染率从35%降到了今天的23%以下。不过23%的艾滋病感染率依旧是很高。这就是我视频开头说的$35那个 Safari 了。早上呢是 Game 转，我们坐着敞篷越野车，向导就带着我们去追踪动物。
are some buffaloes here. No suicide, they always. 这边全是大象群，看到吗？ Then the front of the boat there. So they left alone. Yes, he was left behind. Oh. 7天要完成一个国家当然太短，但在博茨瓦纳，短短7天却给了我超乎想象的回报，完成了性价比超高的水陆双拼 safari。最幸运的是，那天夕阳为背景，我看到了日落时分缓缓归家的象群。看动物真的是太治愈，费力吃东西的长颈鹿，喷水的河马，看起来有点怂的豹子，额头前还挂2片刘海的非洲水牛，总是看上去很委屈的小鹿，静静注视它们的每一刻，内心都莫名的安宁。即使这时候它是在急速奔跑，看万千生灵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共生，是一种源自生命本真的温暖与和谐。就让所有关于博茨瓦纳的旅行记忆，都停在太阳的余晖洒在宽多河上的这一刻吧。